今年的 iPhone 18 Pro 跟 Pro Max 呢，和去年的 iPhone 17 Pro 系列相比呢，可能呀就只有8项升级，而且呢有几项呢可能只有这个18 Pro Max 才有，小螢幕的18 Pro 呢有可能是拿不到完整的规格的。那等一下呢，我会把这8项就是一项一项的给它过一遍，看看它到底都升级了什么，和17 Pro 相比真的有提升很多吗？只不过我越看呢，我就越觉得好像管它叫做 iPhone 18 Pro 呢不是太对，感觉应该叫成 iPhone 17 Pro S， 搞不好呢会更适合，因为外觀幾乎是一模一樣的嘛。現在連手機殼呢都傳出2代是可以共用的。對了，影片的最後呢，我會公布今年9月份的抽獎的計劃，獎品就是 iPhone 18 Pro。好，我們先看一張很有意思的照片吧。馬爾哥們呢在 X 上呢貼出了 Best Buy 貨架上的 OtterBox 手機殼。這個 OtterBox 呢是美國這邊的一個很大的手機殼品牌了，包裝就直接寫着 iPhone 17 Pro 跟18 Pro 都是可以用的。網絡上呢也已經有人把這個17 Pro 的手機殼，然後套到了按照外流的資料做出來那個18 Pro 的模型機上，那確實呢是可以裝上去的。所以目前的證據吧，我會偏向2隻手機的手機殼呢，搞不好是真的可以共用的。第一項升級呢，就是正面的動態島呢會縮小。目前幾條可信度比較高的消息吧，都指向了同一個方向，就是今年的動態島呢會明顯的變窄。其中一個比較具體的數字呀，就是從20.76毫米縮小到了13.49毫米，差不多要變窄了35%吧，就是1/3左右。所以動態島會縮小呢，我覺得這個可信度呢是算是比較高的。但是最後會不會真的縮小1/3呢？那這個數字呢，我就會打一個問號了。不過有一點幾乎可以確定的，就是如果動態島要真的變小的話，那這個18 Pro 和 Pro Max 呢，在這方面呀是沒有任何分別的，一樣都會跟着變小的。那對於日常使用上會有什麼差別呢？螢幕上面這個黑色的膠囊啊，看起來會變短一點點，然後你在看影片的時候呢，擋住的畫面呢也會稍微少一點點。但是我覺得吧，它比較像是一個外觀上的一個微調，不太會改變你使用手機的方式。第二項升級呢，就是 LTPO Plus 螢幕了。那這個名字呢，你可能完全沒有聽過，你就把它理解成這個螢幕下面的控制電路升級了。那目前幾份面板供應鏈的消息啊，都指向這個18 Pro 跟 Pro Max 呢，兩隻都會用上這個螢幕。它最實際的好處呢，應該就是螢幕可以少吃一點點電，那多少可以延長一點續航的時間。第三項升級呢，就是 A20 Pro 晶片了。那這一項18 Pro 跟 Pro Max 呢，也都是會有的。這次最大的改變呢，就是這個製程會從之前的台積電的3納米，然後進入2納米的時代嘛。那到底會有多大的提升呢？根據台積電目前公開的數字，相同的耗電量之下呀，這個效能可以提升大約10%到15%吧，或者是相同的效能之下，耗電量呢可以降低25%到30%。不過這個數字呢是晶片製程的一個數字啦，實際還是要看 Apple 最後要怎麼調教這顆晶片了。另外還有消息說 A20 Pro 呢會換成新的 WMCM 封裝，再加上一個新的均熱板的設計啊。那最終的結果呢，就是整個的散熱呢會比以前要來得更好。那你長時間玩遊戲的時候呢，比較不容易因為過熱就降速。然後你在戶外用手機或者戶外錄影的時候呀，這個螢幕呢也會比較不容易一下就變暗了。第4項升級呢是跟電池續航相關的。那這一項這個18 Pro 和 Pro Max 呢，這個差別呢就非常的大了。按照目前最新流出的監管資料，小螢幕的18 Pro 呢，電池容量呀就只增加了不到2%。那這個差距呀，你在日常使用中呢，幾乎是不可能直接感覺出來的。18 Pro Max 呢就不一樣了，它這個電池容量呢可能增加大概10%左右吧。那這個幅度呢就比較有感了。不過有一點基本可以確定的，就是保留實體 SIM 卡槽的版本呢，那電池呢是比較小的，因為要騰出空間給那個卡槽嘛，所以可以確定的就是美國這邊使用的是純 eSIM 的版本，那電池容量呢就是比較大的。那中國大陸這些 eSIM 還沒有普及的地方，那肯定這個電池容量呢就會比較小了。不過這邊我比較好奇的呀，就是這次台灣那邊究竟會拿到哪個版本呢？按理說台灣現在主要的3家電信業者吧，早就已經都支援這個 eSIM 了，所以即便換成了純 eSIM 的版本，那對於大多數的台灣用戶來說呢，應該也不至於說完全不能用。
那最後會拿到哪個版本呢？現在也沒辦法猜，就只能等這個發表會之後才能知道了。那既然說到了 eSIM 嘛，那就要說到本期影片的贊助商。哎，你是不是以為我要說 Sally eSIM？ No， 我們今天不推 Sally。這個爆料猜錯呢，頂多是白期待，但是假網站看錯的話呢，丟的可能就是你的賬號和錢了。你可能收到過 Apple ID 被鎖或者是包裹銀行的通知，看起來呢很像是真的，結果點進去之後呢，才發現是釣魚網站。那現在用這個 AI 來做假網站呀，我覺得只會越來越難區分。那該怎麼辦呢？那這個就要說到本期影片的贊助商 NordVPN 了。NordVPN 其實不只是 VPN 了，它更像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数位安全工具。像是在咖啡廳或者是飯店吧，然後用公共 WiFi 上網的時候 ，VPN 呢就可以加密的整條網絡連線嘛。它的安全防護呢還能夠封鎖一部分廣告和那些惡意的網站。碰到類似詐騙的網站呢，也會直接跳出來警示你。我也會常常打開暗網監測這個功能，看看自己的資料吧有沒有外洩。我覺得至少早一點知道呢，還能夠早一點補救嘛。當然了 ，VPN 本身還是我最常用的。如果你只需要 VPN， 你就買這個基本方案就夠了。如果你想要完整的安全防護的話呢，那完整方案呢會更適合你。現在點擊彼得森頻道的專屬鏈接 nordvpn.com/PTRSUN， 或者掃描這邊的這個 QR code 吧，或者輸入優惠碼 PTRSUN 都是可以的。然後訂閱2年方案就再多送你4個月，還有30天退款的保證。第5項升級呢，就是主鏡頭的可變光圈。那這個可能是今年這個相機系統呀最重要的一項升級了。那可變光圈到底是什麼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我們人眼睛的這個瞳孔吧。走到外面就是比較亮的地方呢，瞳孔就會縮小；然後走到室內啊或者晚上比較暗的地方呢，這個瞳孔呢就會放大，大概就是這個意思。但是現在的這個 iPhone 的這個鏡頭呀，它的這個開口呢，它是固定的，它沒辦法自己放大縮小。那為什麼以前的 iPhone 固定的開口也可以拍白天，然後也可以拍晚上呢？因為手機呢會用其他的辦法呢，就是自動的把這個照片的亮度呢給它調整回來。所以可變光圈呢不會讓你以前拍不了的照片或者影片，然後突然就變得可以拍了。它不是這麼玩的。它最實際的作用呢，應該是提高這個照片拍攝的成功率。比如說吧，好幾個人在一起合照嘛，那大家就沒有站在同一排，有時候你把前面拍清楚了，那後面呢就有點糊了。但是有了這個可變光圈之後呢，前面和後面呀就更容易一起都給它拍清楚了。那這項升級呢，18 Pro 跟 Pro Max 會不會全都有呢？目前的消息呢，其實並沒有完全統一。有人說呢，就只有18 Pro Max 才有這個功能；也有人說呢，這兩支呢都會加入這個可變光圈。我目前吧是比較傾向18 Pro 跟 Pro Max 兩支都會有的。那如果最後真的就只有 Pro Max 才有的話，那今年你想買這個小螢幕的18 Pro 的人呀，可能就拿不到最完整的規格，也拿不到這個最重要的相機的升級了。第6項升級呢，就是長焦鏡頭了。不過這一項升級啊，我覺得可能要先打一個問號在這邊。最近呢 ，S Universe 爆料說了，18 Pro Max 呢可能會加入真正的6倍光學長焦。普通的那個18 Pro 呢，可能拿不到完整的規格。那如果這個消息是真的話，你在演唱會最後一排想拍這個舞台上的人，或者你在體育場就是拍球場另一邊的人，那這個6倍長焦呀，肯定會有更明顯的就是這個細節的保留的。但是我個人的判斷呢，不管是18 Pro 還是 Pro Max 了，今年都不太可能改成6倍長焦。原因很簡單，你看呀，現在的 iPhone 的主鏡頭是1倍鏡頭嘛，然後利用中間的裁切，可以提供2倍的光學品質。但是超過2倍之後呢，畫面的細節呢就開始下降了，一直到真正的這個長焦鏡頭接手，然後才能維持這個畫面的清晰度。16 Pro 系列的長焦呢，原本就是5倍嘛，是1200萬像素的。17 Pro 系列之後呢 ，Apple 把它改成了4倍4800萬像素了。Apple 沒有說為什麼要從這個5倍改成4倍，但是我的理解呀，就是改成4倍之後呢，就可以縮短主鏡頭到長焦鏡頭中間的這個斷層。那如果今年真的改成6倍長焦的話，那主鏡頭最多就只能給到2倍嘛，那到長焦的這個6倍之間，就是2倍到6倍之間呀，就會留下一大段的空白。那在這個中間拍照的時候呢，就要依靠裁切和這個演算法給它補回來了。那畫面的細節呢，是一定會打折扣的。但是依據我自己目前的判斷吧，18 Pro 和 Pro Max 呢，最有可能呀還是會維持現在的4倍光學長焦。第7項升級呢，就是部分地區的18 Pro 跟 Pro Max 會使用 Apple 自己設計的 C2 數據機。這個數據機呢，就是負責讓你的手機跟這個電信業者的基地台連線的這個晶片。那這次這個台灣版呢，很有可能也會換成 Apple 自己的 C2 數據機。
那最直接的好處呢，應該就是更省電了。不過美國這邊呢，應該為了保留那個5G 的毫米波嘛，很有可能會繼續使用高通的數據機，所以 C2 的網速和收訊到底好不好，就只能等到台灣那邊上市之後，再看當地的實測的情況了。第8項升級呢，就是衛星功能的升級了。目前在已經開放服務的國家 ，iPhone 在沒有手機信號的地方呢，其實已經可以透過這個衛星啊，來發送 SOS 求救，或者是傳送一個文字的簡訊了，還能夠分享你的位置。到了 iPhone 18 Pro 系列呢，那新一代的數據機平台很有可能會支援5G 的衛星通訊。iPhone 呢也正在開發如何讓這個連接衛星的情況下打開地圖、傳送照片，還有就是讓其他的一些第三方的 APP 也能夠利用這個衛星連線的功能。不過這些功能呢，不一定會在今年就一口氣全部推出。而且呢，也不代表着就是說你手機從此以後在沒有信號的地方就可以直接上網了。目前沒有任何消息說你可以拿這個東西來看 YouTube 或者是正常的瀏覽什麼網站。比較實際的改變呢，應該就是到了沒有訊號的地方呀，除了求救和傳送這個文字的訊息之外呢，你可以做的事情再稍微多那麼一點點而已。這樣功能呢，18 Pro 跟 Pro Max 呢，應該也都是會支援的。不過對於台灣的觀眾來說呢，還有一個更現實的問題。目前 iPhone 的這個衛星救援 SOS 呀，已經在20個國家開放了，但是台灣呢，現在目前還不在這個名單裡面。Apple 會不會趁着這次的發表會，宣布把這個衛星救援的服務也直接帶到台灣呢？我覺得這次發表會啊，也可以成為一個關注的重點。好了，8項升級都講完了，那最後呢，還是要回到價格這邊。那幾家不同的分析機構呀，現在都開始指向大概是$200到$300的漲價了。我會比較偏向今年真的會漲價了，而且很有可能會漲到$200，甚至是更多。那如果到最後真的漲了這麼多的話呢，那小螢幕的18 Pro 呢，電池幾乎沒有增加，然後相機還有可能拿不到完整的規格。我覺得這個 CP 值呢，可能呀就比較難說了。18 Pro Max 的升級呢是比較明顯的，但是價格肯定也是更高的嘛。而且呢，你把這些升級給它放在一起來看的話呢，你會發現呀，這些大部分的升級呢，其實都是在手機的裡面，外觀跟17 Pro 是一模一樣的嘛，然後機身的尺寸幾乎也沒有太多的改變，現在連手機殼都傳說2代可以共用了。那這種外觀維持不變，然後把晶片啊、電池啊，還有相機在裡面慢慢升級的做法，其實很像是當年的那個 iPhone 的 S 系列了，像是 4S 呀、6S 呀，還有就是 10S 這些。所以我才說今年的这個 iPhone 18 Pro 呀，怎麼看呢都像是一個 iPhone 17 Pro S， 升級肯定有還是有的啦，只不過看起來呀更像是一個 iPhone 17 Pro 的一個完整強化版，並不是一個大的升級。好，最後我們來公布一下9月份的抽獎的計劃吧。9月份呢，這一次我們頻道呀總共會送出2支 iPhone 18 Pro， 第一支呢會在 Apple 發表會的當天抽出。當天呢，我會開一個就是直播，我們就陪着大家吧，一起就把這個整場發表會給他看完。看完之後呢，就直接會在這個直播裡面呀，就抽出一位觀眾，送他一支 iPhone 18 Pro。不過直播的聊天室呢，我會只開放給已經訂閱頻道的觀眾。我會從聊天室的留言裡面抽獎，詳細怎麼抽呢？就到時候我們直播的時候再說。第二支 iPhone 18 Pro 呢，會在9月份所發布的所有的長影片裡面，隨機的抽出一支影片，然後再從那個影片的所有的符合規則的留言裡面呢，隨機的抽出一位觀眾，然後獎品呢也是一個 iPhone 18 Pro。9月份的每支影片呢，我都會問大家一個問題。你只要就是在留言區回答我的問題，並且在答案裡邊吧，就是加上這個關鍵詞18 Pro， 就算成功的參加了。那如果你想最高的提高你的中獎幾率呢，就是在每支影片下方都留言就好了。記住這個18跟 Pro 之間呢，中間不要有 space， 然後這個 P 要大寫。那這2次的活動呢，都必須先訂閱彼得森的頻道，然後被抽中之後呢，我也會需要你驗證一下就是訂閱的狀態了。那今天咱們就先這樣，謝謝大家，讓我們下支影片再見。